我们只知蜀道难，却忘记了在千百年岁月长河中，这片天府之土早已从容自得。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主角——四川博物院。我是国宝守护人王洛勇，周不解，虎八将，左郎卓岗，郑恺，我将带你进入前世传奇。降低盐价，还富于民。若能好好的利用，定能永保蜀地千年繁荣。画像砖上左下角出现了一种叫做天车的装置，比西方同类装置出现要早1600年。2009年，在地下3500米的地方，成功的打出了东方1114井。这口井是首个高温高压气田。他们踏完草原，抢完牛羊。看见了光芒，是你的模样。我害怕我再也见不到阿爸，见不到你。格萨有300多部，如果翻译成汉文，就有2000多万字，是摩诃婆罗多的5倍。那荷马史诗呢？是它的50倍。它是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可是《诗经》等不了啊，哪怕少刻1个字，都是莫大的损失。我们且看100年之后，究竟是你的《诗经》留下，还是朕的江山留下？2000多年来，文物史实半学不断，悬国不绝，是成都的奇迹啊！今天看到，是使你年轻的一代，我为实事中学感到骄傲。到底哪一件文物能够入主国家宝藏特展？我们共同期待。让国宝活起来！国家宝藏由蓝色经典梦之蓝独家呈现。我是001号讲解员张国立。大家知道吗？中国这个词首见于青铜器何尊底部的铭文。周天子在殷墟故地，雄视四方，自豪地说：“宅兹中国。”尽管那时的中国面积有限，但却是天下之中。怪不得我们每次说起中国就豪气干云，原来这底气自3000年前就开始酝酿了。这就是文物给予我们的最确证的自信。感谢本季9大博物馆鼎力支持。我们只知道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却忘记了在千百年岁月长河中，这片天府之土在山水的滋养间早已从容自得，独具一格了。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主角，周身洋溢欢喜之美的四川博物院。长江文明园，3星半月初，巴蜀先民们拥有独揽9天的想象力。诸葛亮深赞此处为天府之国，独特的四川文明在这里延续了4000多年，我们的微笑也延续了4000多年。欢迎来到四川博物院，我是这里的看门人申建伟。这里是一个落火1000年的地域，四川的微笑是繁荣生产贸易的底色。不止诗仙李白，
四川也孕育了无数文化大家，在笔墨书画中心生欢喜。栩栩如生的陶俑们，形态各异，却共同展示了一幅乐舞百戏的社会生活图卷。藏族、彝族、羌族、苗族，四川博院也收藏了各族文物达7000余件，也为四川的微笑增添了绚丽多姿的光芒。我是申建武，我在四川博院等待你探索历史的热忱之心。盛建武院长推选的第1件国宝是什么？而他的守护人又是谁呢？我们一起来揭晓。成都是个特别适合生活的地方。作为天府之国，李白曾为此地写过诗：“9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千年以前，蜀地的百姓们到底是怎么生活的呢？这个是花法子、收割庄稼、摘杨子，关心民众生活的衣食住行，这是四川画像砖的特点。我曾经看过一个老邮票上有一幅智岩画像砖，你要看的东西就在这儿。哎呀！四川这个经验最关键的，用轱辘一上一下把漏水提起来，经过竹子的竹简把它引收到这个锅头，由液体熬成固体。这个打井的技术要有贴的进一步的钢，说明中国的这个制盐技术是高科技的。有人说，川盐之力泽及四海，早在汉代的人们就有了那么热气腾腾、顽强而又充满智慧的生活。我是国宝智岩画像砖的守护人王洛勇，国家宝藏，我拍了。有请国宝守护人王洛勇。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王洛勇，我守护的国宝是智岩画像砖。有人说啊，一块小小的画像砖，就像是一张张来自汉代的照片儿。这件智岩画像砖，它定格了我们祖先在早期资源探索中创造的惊人智慧。左边是一个高大的井架，4个盐工正在打捞卤水，再通过竹槽将盐卤引入右下角的灶锅内。有2人在灶旁操作，另外有5人在山间背柴狩猎。通过它，我们将能窥视一部鲜为人知的中国古代科技史。我是王洛勇，我将带您走进智岩画像砖的前世传奇。智岩画像砖的前世传奇发生在东汉末年。当时蜀地的盐价奇高，百姓是苦不堪言。卧龙先生诸葛亮一入蜀汉，就将强国富民的希望寄托于临邛的座座盐井。但是这一希望却动了当地盐商的利益。盐商兄弟罗老大、罗老二可坐不住了。
要来个先发制人，哈，好戏就要开锣了。走，咱们一块儿看看。丞相，这口井已经荒废好久了，我们还来这里做啥子嘛？罗老二说，益州盐业产量大不如前，就是因为这火井日渐式微。啥子？日渐式微？丞相，你官出的说些啥子，你都不要信。罗家趁乱抬高盐价，逼得我们吃不起盐巴，心肠黑得很哦。哎，丞相，你拿的就是传说中的那把神扇噻。你是打算用它把火井扇着没？不妨一试。让我来搞一。慢着。哎，我来。好。慢着。去吧，当心点儿。神扇，我呼风，我唤雨，我拿起这把神扇这么一扇，这个压迫火警一定都能响了给。爆炸了！丞相，你没事吧？哎呀，大哥，你生活的为你不减当年哈，肯定已经把那个瓜丞相砸废朽了。你究竟是人是鬼了？你希望我是鬼，还是人呢？大哥，我说丞相，您不要误会，我兄弟二人是路过此地，听到巨响就赶过来观看。哎呀，这火警怎么又发怒了？不过没有伤到丞相就好喽。你这滚子射得不错，只要风声一动，这长明火种就会坠入井中。若不是我孔明刚才离得远，恐怕你今晚的饭桌上就会又多加一道火烧诸葛的美味了。嚯！你们竟然敢谋害丞相！你个方脑壳不要学个喷人啊！你这个生活来给我看一下。儿，孔明无碍，只是这神火转瞬即逝，实在可惜呀。我们也觉着可惜呀。百姓都说连年征战触犯了玉女元神，才将这神火压在井底，不愿再赐予人间了。哎，火种若在井底，为何不像这天车在井底打卤水一样，从井中盛起呀？聪明无能。这神火呀，你说又看不见摸不着的，谁知道它在哪儿啊？怎么可能任由我们说打就打呢？哎，丞相，都说您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掐会算之人，我看想打，你死记打。走。哎呀，我的好丞相，你晓得我那个人家是啷个下的不？都是那火警砸下的。我看呐，你还是赶快点回去匡扶汉室，同于中原算球了，莫得那点儿白费力气。我看砸下的哪里是你的眼睛，分明是你的良心呗！你个方脑壳在说啥子？我给你20，你信不信？这罗家兄弟一走，这卧龙先生就变成了卧井先生，居然在井口安营扎寨。
天天拿着不同的棍儿往里捅，今天是木棍儿，明天是铁棍儿，下一次怕就是刘大妈的擀面杖喽！哎呦呦，快看快看！哎呦，哎呦，哎呦，这罗家老二今天又是啷个了吧？老远就听到他大呼小叫，难道是沃金先生真的教会了生活？不行，我们得先躲躲，免得被误伤。对，免得被误伤。哎，住手！快住手！哎呀，你们这是要说啥子嘛？让你天天在这整了个破警，搞得员工越来越不安分，想要让火警冲难啊！你真以为你是神仙吗？住手！哎呀，丞相，您肚子里能装船，我二弟年轻气盛，您不要怪罪啊。这火警已经熄灭了数十年了，您就不要再费心力了。若是不小心触犯了玉女元神，让这火警砰再次爆炸，伤了丞相，那岂不是一走之死吗？自立兵，造离队，穿严谨，蜀地沃野千里，成天府之地。为了这天府，我孔明一人的性命，无需挂怀。这是啥子？竹子做管道，用漆包裹，密不透风。耶？难道神火就能从井底导出？丞相确是高明哟！大哥，真的有啷个神奇说？你莫找他诓了哈，那个东西要是有用的噻，我们把它抢了不就完了？不，这不是普通的树管，它的宽度、长度、接口处的密缝，都是经过反复试验、精美的计算，差1厘1毫都会引起爆炸的。罗老板，火警若成，请问这盐的产量会提高多少啊？1倍不止。如此高产，供给1周绰绰有余啊。不过罗老板，你难道甘心将这么多的盐诱于此地吗？丞相，此话何意呀？若通过古蜀盐道将盐运往吴魏两地，这盐的销路又将增加几何？哪个不晓得那盐道全是峡谷嘛？到处都是土匪和强盗。你个瓜丞相是想逼我们去送死头？人人皆知蜀道难，所以我会安排沿途私盐校尉整兵来护守盐道。若蜀盐能够通往啥子通往各地？卖的越多是赋税越多，最后还不是挣老子们的钱？不，我孔明承诺，赋税绝不会提高，相反还会降低，而且这火警制盐之法，我愿倾囊相授。丞相，您如此竭心尽力，那我们该怎么孝敬您才好呢？我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一个。说。降低盐价，还富于民。还富于民。先帝，待我等
入益州就是要还天下一个太平盛世。燕公，你们都是大汉的子民，可现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唯同州共济，方可渡此难关。燕是益州之幸，是益州百姓之福。若能好好的利用，定能将这至盐成为这蜀地永远的铠甲，永保蜀地千年繁荣。这就是我的条件，我唯一的条件。草民谢过丞相。天上有星星，地下有火警，人间有孔明，孔明来火警，火又大，水又清，熬的盐巴亮晶晶，亮晶晶。诸葛亮治蜀，用盐铁之力还复于民。这件小小的制盐画像砖，不仅展现了千年盐都的一个华彩瞬间，与四川省出土的其他汉代陶石共同打开了一卷蜀地版的《清明上河图》。用兵如神的诸葛亮还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人们还将很多发明以他的名字命名，如孔明灯、孔明锁、孔明旗等等，足以见得人们对于诸葛亮的喜爱和崇拜。在四川邛崃市火井镇有一处古代火井遗址，据史书记载，诸葛亮曾经亲临视察，改进制盐技术，督导盐业生产。这些史料不仅说明他对制盐业非常重视，而且对四川盐业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件制盐画像砖的主体锅灶部分已经残缺了，但是呢，我们根据左边灶旁投薪人的动作可以判断，主要燃料还是用的柴薪。由于当时利用天然气的技术还很不成熟，因此呢，柴火煮盐依旧是东汉乃至后世很长一段时间所使用的主要方法。除了制盐画像砖，四川博物院还有1400余件画像砖和陶俑，而剧中出现的牌釉就是说唱俑的原型。这些陶石生动再现了汉代的生活途径。欢迎我的老朋友王洛勇，老朋友了，老朋友。今天我这是第2次看你演诸葛亮，对不对？上一次演的是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可这次演的诸葛亮呢，是巧于发明，并为蜀地代言的诸葛亮。其实诸葛亮呢，一直是我心中特别崇敬的一个历史人物。他这一生当中守护过刘禅，守着匡扶汉室的诺言，守着蜀地的繁荣。他实实在在地为蜀汉人民做了很多的事儿。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能通过一块画像砖，看到他当年的影子和他对蜀地人民生活的影响。当然，我们还能看出盐对这个蜀地人是多么重要。正是有了这等的好盐，我们川菜才能以味道来取胜，四川人才能创造出一个百菜百味的世界。对。所以盐真的是对四川历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老百姓的生活。天工开物里面有很多关于我们先辈如何用智慧去改变生活的例子，其中有一篇就叫做《做咸》，讲的就是我们的老祖宗怎么从大自然中获取盐分的。咱们这块制盐画像砖真的透露出中国古代的一种科技。古代人探索资源的这个智慧也始终照耀了今天的一批钻井人。一起来认识一下制盐画像砖的今生故事讲述者。距离陆地113公里，每年出海超过200天，52个周末假日在作业方案中度过。我们守卫在祖国蓝色疆土最前线。把没看的话，炮确实已经吃经验了。好，继续下。好的，收到。钻台这个盐芯马上要出来了。17000吨钻井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
我们每年生产的天然气足够供给4000万户家庭使用。我们的祖先用勤劳和智慧凿出了5000年的华夏文明。四川盐井是钻探技术起步的灯塔，引领着我们探寻下一个新时代能源的奇迹。追梦的路，每一天都在启程。掌声有请中国海洋石油南海西部的钻井人李忠和罗明先生。你好，罗明先生。王若勇，这是前世遇上了这个盐商兄弟，今生这又遇上了海油兄弟，是不是？这就是缘分呐、在科学界有这么一句话说：“上天容易入地难。”他们俩每天都在跟地表以下的世界打交道。他们说，中国有一部引以为傲的钻井史。就在上世纪80年代，在我们一个钻井研讨会上，当时前苏联人和美国人为他们200-300年的个钻井史争得面红耳赤。我们有一个中国代表非常淡定地说，早在10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就用钻头凿出了几百米的井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制盐画像砖，就是我们这部钻井史的扉页。中国开采盐井啊，已经有2200多年的历史。咱们的古代的人呢，不断地更新了自己的钻井技术。今天我们挑选了3口井，就请这2位专家来给我们讲讲中国钻井的历史。当时任蜀军统的李冰就带领当地的百姓打出了世界上第1口盐井——广都盐井。那时候他们是用什么来挖井的？其实那个时候挖这个盐井跟挖水井是一样的，都是靠人力用锄头挖下去。但这样挖出来的井呢，井口比较大，井深比较浅，有个几十米已经了不得了。据我观察呀，咱们画像砖上左下角那口井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口浅井。为了配合卤水的这个采集，慢慢出现了一种叫做天车的装置，就是这边上这个楼柱，在顶上装的是一个定滑轮，比西方同类装置出现要早1600年。这类似的结构，其实我们现在还在用。所以他们争的时候，我们就说了，我们1000多年前我们就打出来了。对呀。更厉害的还是后头，罗工，你给我们讲讲那个第2口井是怎么回事？在北宋庆历年间，四川的盐工啊发明了冲击式钝钻凿井技术，凿出的井，那个井口啊只有碗口这么大。盐工们从这么小的井口一直往下钻，穿过白垩系、侏罗系、三叠系非常坚硬的地层，井深的话可以达到200到400米不等。这种井我们叫卓筒井。严格的说呢，卓筒井它不是一口井的名字，而是一种凿井的技术。这种技术的话，比西方早了800年，它是现代天然气和油气钻井的前身。这我完全不可以想象啊！你们现在是用钻头吗？对。那我们那古代哪有那玩意儿啊？我先带大家看一艘古怪的钻井工具。哇！这哪是钻井的工具啊？我以为是兵器呢，是吧？最右边的这5个，它就是钻头，当地人把它叫做锉。哦，锉。其中最大的那个叫鱼尾锉。钻井的时候，就是把钻头啊高高的举起，砸下去，再提起来，这样周而复始的，就把那地层破碎，一直钻到卤水层。然后最左边的这个吞筒，它是专门用的清井工具。我们钻出的盐穴就是靠它把它取出来。五谷须啊，是古人设计的一个打捞工具。钻井过程当中，如果钻头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东西掉到井里边去了，五谷须就像一个爪子一样下去，能把这些东西捞起来。其实我们现在打井的时候啊，也会不小心有些东西掉进去，啊，我们就设计了一把抓，其实形状跟这非常类似。啊，太有意思了。现在看来，正是这些奇思妙想的这些工具啊，能够让盐井打得越来越深。终于到了清朝的道光年间，有那么一口井，可以说是达到顶峰。这个第3口井呢，是在咱们四川自贡的，它是叫做深海井。这口井呢，既产卤又产气。深意味着天然气源源不断，海就是我们的卤水，像海水一样汲取不完。这口井
井深是1001.42米，是世界上第一口超1000米的深井。仅在咱们四川自贡，这个历代盐工就开凿出了13000多口盐井，这累计的深度啊，等于是钻穿了400多座珠穆朗玛峰。那时候，如果我们穿越到了四川自贡，就能看到这样的壮观景象。盐井的天车超过了100米，输送卤水的管道像咱们过山车的轨道一样遍布山野。其实盐与油气啊，在不同时期都是国家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资源。当下盐虽说是已经不再稀缺了，但清洁能源天然气却一跃成为了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严峻的能源形势，迫切的需要我们继续开发更深层的资源，以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有一口中海油人自己开凿的井，也在中国钻井史上添上了光辉的一笔。和四川盐井最大的不同，我们是在蔚蓝的海面之下钻出的井。我们面临地下深层高温高压这个特殊的地质环境。所谓的高温高压，就是地下资源呢都是超过210摄氏度以上，它的压力相当于咱们1万辆轿车的重量压在地下1个平方。哇！我们在高温高压气场上打井，就类似于在高压锅上钻孔，一不小心就会带来很多复杂情况。这个视频就是以电影的视角来回放了一下发生在墨西哥湾高压井的井喷失控溢油事件。太危险了，我们等于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件事儿，那干嘛非要去做呢？咱不打这口井不就行了吗？因为这个地方天然气资源非常丰富啊，占到全国的1/9。就是这样一个油气的一个聚宝盆，在业内啊，好多人把它认为是油气勘探的禁区。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国外6家国际知名公司在这10年时间打了15口井，但都是因为巨大的难度，都知难而退了。这些国外的专家认为这个地方不可能沉藏，但是这个资源是我们的，我们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把它开采出来，这是我们所有中国海洋石油人的蓝海梦。2009年，在地下3500米的地方，成功的打出了东方1114井。这口井是中国海上首个高温高压气田。回头看看你说的这个钻井平台，你看像不像离大陆很远的一个钢铁的岛屿啊？有一天报道上我看到说，在这里工作的人手机根本没有信号，基本上可以说是与世隔绝。经常自嘲我们是坐着飞机上下班，我们住的是360度的海景房。乐观乐观乐观。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我们规定，出海时间不能超过28天，在这28天不能跟家人见面，不能跟家人联系。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钻井人就是大老粗，其实我们是粗中有细，因为我们面对的是高温高压的这种天然气，我们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就是70年代初的时候，我参加工作，我是修铁路的，铁路工人也是非常的枯燥的生活。我读了一首诗，叫“我们的工地在云彩中间，我们的帐篷搭在彩云的上边。上工的时候我们腾云而下，下工的时候我们驾云上天。”我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是一种真的是叫革命的浪漫主义。有的时候人说时代变了，可是我觉得这种革命的浪漫主义和奉献精神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我在海上岗位是干了9年时间，这确实是一项高危高压的工作，但同时呢，也确实又是一种充满成就感、充满激情的工作。让大家看到那个熊熊燃烧的火炬，火炬的点燃意味着我们这次勘探的成功，就是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清洁能源来奉献给我们国人。
每当看到熊熊火焰燃烧的时候，我们作为海洋钻井人，那心中的感动无以言表。这火焰就是我们海洋人的灯塔，引领着我们继续寻找更多的清洁能源。一块制盐画像砖，展现了四川盐井人非凡的创造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今天的这些海洋工程建设者们，也在用自己的坚韧和突破，创造着新时代能源探索的奇迹。古人的奇思妙想、匠心所得，如同文明之路上的灯塔，照耀我们走过漫漫长夜，也将继续成为当代国人科技复兴的精神动力。我是王洛勇，我们是中国海油钻井人，我们志愿守护制盐画像砖，守护历史，守护择世之功。让国宝活起来！国家宝藏由蓝色经典梦之蓝独家呈现。接下来我们看看盛建武院长推选的第2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我们一起来揭晓。我是一名出生在四川的藏族演员。21岁时，我出演了电影《喜马拉雅王子》，那是个充满悲情、有传奇的故事。国立老师给我一个线索，我要守护的这个国宝，也是一个传奇，跟藏族神话里的一个英雄有关。明初诗人宋濂曾说：“西南山水为川蜀最奇。”四川博物院之间我要守护的国宝，据说堪比西藏文化的百科全书。藏族的艺术包罗万象，细腻又充满张力。我要守护的国宝，据说是藏在大自然的色彩中。我们馆藏的这套唐卡一共有11幅，它描绘了格萨尔整个波澜壮阔的一生，从天国降临到显示神通，然后南征北战，最后返回天国。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是东方的荷马史诗。刚才看这3幅唐卡上面有好多藏文，对，就是因为它有这个藏文的解释，可以和文献一起对应起来。这是我们自己本民族的语，我觉得我能从其中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因为他用最细腻的手段去表现了最有张力的故事。唐卡在有限的平面，却让人感觉到超乎寻常的力量。我是国宝格萨尔唐卡的守护人，都不解。普巴奖，索朗卓嘎，国家宝藏，我们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都不解。普巴奖，索朗卓嘎，我们守护的国宝是格萨尔唐卡。唐卡是藏族人彩色的信仰，鲜亮纯净的色泽就是我们眼中山川、湖泊、天空、草原的颜色。这11幅唐卡非常的特别，它描绘的是这片离太阳最近的土地上，先民们世世代代传颂的不朽传奇。有人说，读懂它，你就读懂了藏族人的眼神。史诗绘制成画，色彩凝固传奇，多少溢美之词，
都远不及你亲眼看到他的那一眼。朋友们，所见即缘分，我们将带你进入格萨尔坦卡的前世传奇。格萨尔坦卡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明末清初的雪域高原之上。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名叫卓玛。卓玛的妈妈难产3日，正面临生死一线的危机。卓玛爸爸为了保佑孩子顺利降生，特意请来了草原上的种垦艺人，来吟唱祈愿。我们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讲起。卓玛，阿爸，卓玛，我请的种垦老人怎么还没来呀？如果没有格萨尔的保佑，我怕你的阿妈就要坚持不住了。你快去看看，他们是不是没有找到我们的帐篷？阿爸，你别着急啊！哎呀！你这个人怎么不看路啊？姑娘，对不住啊，没伤着你吧？你走开，别影响我去找种垦老人。哎，等等，你是族长家的姑娘吧？嗯。啊，这太好了！我一直找你们的帐篷，根本就找不到。哦，对了，公看桑，我叫多姐，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种垦老人。哦不，种垦艺人。我阿爸真请了个毛头小子呀！啊，走吧，你跟我走。阿爸，阿爸，卓玛，这位是？他呀，就是您请的种垦老人。哦，公看桑，公看桑，既然来了，那就请您马上开始吧。哎，好。啦啦哒啦哒啦嘞，哒啦么了一罗嘞罗在嘞呀，哒啦啊听个罗嘞，我的人拉西罗不来真的呀，东南卡去就下里呢，拉近的长把罗干我在天呀，他人的宝门当中子，啥的啥我罗马去在那呀。萨玛米哟，龙松罗嘞，你拉拉个有罗扎啥子嘞呀？他俺那俺我马吉那，马用的我扎罗兰做在在呀。种垦少年，可真切，今天多亏了你，这是你的酬劳。可真切。卓玛，哎，快请种垦少年去休息休息。哎，我去看看孩子。哎，多吉，今天真是谢谢你，让我弟弟平安降生。你的故事唱得可真好听。谢谢卓玛夸赞。你怎么会唱格萨尔的故事呢？啊，在我9岁那年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把我带到了格萨尔的大帐，他命我将他的故事传唱到草原的各个角落。然后他的士兵就搬了很多他的传记，我就说我不识字，他们什么都不说，直接把我压在地上，剖开我的肚子，把所有的书都塞到我肚子里面了。那是不是很疼啊？当然不疼了，因为那是一个梦嘛。不过卓玛，你知道吗？当梦醒过来以后，我真的就会唱科萨尔的传奇了。真的啊？真的。那真是太厉害了。对了，不跟你说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多吉，你先别走。你刚才撞到我，把我藏袍给弄脏了。哎呀，卓玛，对不住啊。哎，你等一下啊。这样吧，这个钱呢，我就当做是赔你的藏袍，好不好？我不要你的钱。这样吧，等下次你来的时候，给我买一条好看的藏袍，好吗？哎，多吉，
你下次来之前，可不许再撞到别的女孩了。高那那位，吉拉哟呀，马高勒拉的瓦梅呀。多吉，多吉，卓玛，这是我亲手做的酸奶，你快尝尝。哎，穿，穿，穿。怎么样？卓玛，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酸奶。啊，你等一下啊，别动啊。卓玛，这是我走遍各地认为最好看的一件藏袍，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但我还是想把它送给你。多吉，只要是你选的，那一定是最好看的。你唱《格萨尔王》真动听，我真想去见见那位传奇的格萨尔王，去看一看那美丽的家地，真希望他能像你唱的那样绚烂。如果你真的喜欢听，我现在就唱给你好吗？嗯。阿拉达拉的莫阿勒达拉兹的达拉拉基的莫勒格勒的呀，南嘎吉吉的莫阿勒扎的兹的拉吉祖巴的莫勒嘎莫吉呀。素有茶香，亲手奉上，将荣华，千言颂唱。顷刻就做英雄战马，梦回唐卡，踏入彩霞，离天空最近的山岗，用虔诚才能到达。听见了上苍指引的方向，坚定我力量，翻越过苍茫，看见了光芒，是你的模样，心中的年华为你开放。一幕幕向我展讲，一面面万变发香，愿换来祥和的村庄。听见了上苍指引的方向，坚定我力量，翻越过苍茫，看见了光芒，是你的模样，心中的年华为你开放。不好了，快跑啊！救命啊！快跑啊！阿爸，快跑啊！阿爸，这是怎么了？恶意的人又来侵犯了，他们踏我草原，抢我牛羊，辱我妇女。我要跟你的叔叔们去和他们决一死战！阿爸，阿爸，阿爸！哎，卓玛，你没事吧？多吉，我阿爸他上战场了，怎么办？卓玛，你别着急，我会跟他们一起去，我会保护你阿爸的。你可别忘了，
我是一个中肯艺人，我一定要把我们整个草原乡亲的传奇讲给他们听。当天道颠倒，格萨尔营的英雄会救我们于水火之中；当世事沉沦，圣洁的灵魂会被格萨尔带去天堂。冲啊！这是我这一生的使命，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信仰。救命呀！快跑啊！救命呀！快跑啊！左杰，左杰，我不喜欢打仗，我害怕我再也见不到阿爸，见不到叔叔，见不到你。干嘛？你别害怕，我们有格萨尔的庇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真的吗？真的，我不会骗你的。看见了光芒，是你的模样，心中的年华，为你开放。这11副唐卡的作者虽无人知晓，但我们能看到，英雄格萨尔波澜壮阔的一生被非常细腻地描绘出来。千百年来，雪域高原上几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格萨尔，每个人的口中都能说出格萨尔的一段传奇。它经由人民不断的创作和修正，承载了他们共同的记忆，成为世界上篇幅最长的文化巨作。早期的中肯艺人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会把格萨尔的故事绘成了画作，悬挂起来，一边的解释，一边的演唱。时间长了呢，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唐卡类型，叫做纵唐。大部分观众印象中的唐卡是以佛教题材为主的，纵唐这个品类大家并不熟悉。虽然以格萨尔为题的唐卡数量很多，除新晋创作的能够完整表现格萨尔一生的，只有四川博物院收藏的这11副唐卡。集美博物馆也收藏了2幅同题材的格萨尔唐卡，与四川博物院馆藏的形制内容几乎遵循了同一个模板，但其余9幅去向不明，更显得这一套完整的11幅格萨尔唐卡的珍贵。这11幅唐卡就像连环画一样，用宫殿、人物、山石、云彩等作为分割、连接故事情节的手段，看起来趣味无穷。张国立老师好，哦，你好，你好。我们这是一个最强的国宝守护人阵容，这件国宝怎么就有幸迎来3位守护人呢？能够同时守护这件宝物是我们的幸运。在我们小的时候，老是听到我们的父母还有我们的前辈在劳动歌里边去传颂格萨的很多的故事。它不只是一个传说，更是活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一种历史。我相信现场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这11副唐卡的奇幻色彩中，上面的人物啊、情节都让我们眼花缭乱。这一幅幅唐卡里，有没有你们小的时候听过的故事？我印象当中，对我来讲最深的一个就是赛马称王的故事。我小的时候，老家有一个老大爷，他就喜欢给我们讲这个格萨尔的故事。他说格萨尔呢，天生不是一个王，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平民出身，但是他是靠自己的本事，赛马的时候拿了第1，然后得到了王位，得到了他的公主。那这个赛马大会你参加过没有？我还真的是参加过，应该是11岁，还真是拿了第1啊。但是我的这个奖赏呢，也不是王，也没有得到公主，
就是几颗糖，但是当时就觉得非常的自豪，因为其他的小朋友很崇拜的眼光看，现在拍戏的时候起码也特别好，就是从小起的。听他们这么一讲，好像有点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故事能够融入每个藏族同胞的生活里。从格萨尔的传奇中，我们能看到藏族人的血脉基因，对吗？您说的太对了，格萨尔的故事真正要讲起来的话，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今天呢，我们请的这个老师，我们来向他领教一下，在这个格萨尔唐卡背后还有什么未知的传奇的故事。我是在格萨尔的故乡长大的。藏族有一句言语：“家本满，通嘎，当本满谢嘎。”所以格萨尔本身就是藏族言语的一个宝库。过去认为中国没有史诗，现在我们收集到大概有500-600种，整理出版的大概有120多部，印了大概600万册。格萨尔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我后半辈子主要精力就是用在格萨尔的研究方面，可以说走遍了整个西藏和四川、甘肃、青海、云南。格萨尔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这就是我的心愿。我们掌声有请蒋白老师。江边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江斌老师，您刚才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有多长？格萨尔有300多部，有100多万诗行，如果翻译成汉文，就有2000多万字。2000多万字。以前啊，公认摩诃婆罗多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对，格萨尔是摩诃婆罗多的5倍。哦，那荷马史诗呢？我们的格萨尔是它的50倍。天哪！一个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不能只看它的字数的长短。但是格萨尔精深博大，内容丰富，它是反映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说说这个格萨尔史诗讲的是什么内容？格萨尔史诗就是英雄格萨尔降妖伏魔、惩恶扬善、造福百姓、征战四方的一生。大概有塑造了3000多个艺术形象。他的故事是由天界篇、降魔篇和地狱篇3个部分组成。降魔篇里有分4大降魔史，还有18大宗、18中宗、18小宗。宗就是一个城堡的意思。格萨尔每降服一个宗城堡，就成一个故事。18是形容很多，比如说一顿饭要不吃18大碗，就不是康巴汉子。我老了，我吃不动了，婆巴仔可以，大概是。这种表述都非常有意思，这么多细节，这么多故事，你们的搜集整理工作应该如何下手？在改革开放80年代，我们到农村牧区，到很多山山水水去收集格萨尔的手抄本、木刻本，还有很多珍贵的格萨尔唐卡。是一幅唐卡，可以说是格萨尔唐卡里的巅峰之作。这些格萨尔唐卡的画师，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一种是专业，条件也比较好，因为格萨尔唐卡颜料是非常好的。另外有一种艺人，他就没有条件画这么好的，他就找一块白布，就用松油和锅底的灰搅拌在一起，就是最贫穷也是最简陋的。但是他们很有才华，他们说唱的很多，所以这就是叫普通的中肯。中是格萨尔故事，肯就是格萨尔说唱艺人。刚才蒲巴甲扮演了这个中肯艺人啊，在我们心目中他的位置是很高的。这个格萨尔的故事那么长啊，但是没有脚本的，全靠自己的记忆。这么多的人物，那么复杂的剧情，都要靠说唱来告诉别人，传唱下去。藏族的每一个劳动都有歌，我们小时候不用去专门去学，但是也能学得到很多东西。对，
我还会唱很多劳动歌呢。那你给我们来2嗓子。这是我妈妈教我的，打青稞的时候唱的一个。跟我唱啊。来西哟，秋呀来西哟呀，来西哟，秋呀来西哟呀，啊耶哈利罗呀秋呀，秋呀来西哟呀，耶利罗秋呀，秋呀来西哟呀。人家说西藏人会走路的时候就会跳舞，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唱歌，史诗也就这样吟唱传承。过去格萨尔艺人啊，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的农村和牧场，他们在说唱的时候，把他们丰富的阅历、他们所见所闻、他们所感融入到史诗里。这样以后呢，它就不是干巴巴的演诵，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充满了激情，世世代代流传下来。这样就像葡萄串一样，越结越多，越结越多，果实越来越丰富。在旧的农奴制度下，贵族农奴主土司头人，把它贬低为乞丐的喧嚣，不能登艺术的殿堂。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格萨尔的收集整理十分关心和重视。经过几十年艰苦的努力，我们树立了格萨尔崇高的地位。那些民间艺人，他们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最忠实的继承者，最热情的传播者。您是一直在研究和整理格萨尔的所有的史诗的故事，有没有哪位艺人给你的印象最深刻？对我印象最深的，应该说是著名的说唱艺人扎巴老人。这个年轻的戴眼镜的是您吧？那就是我。81年还是满头黑发，现在是满头白发了。这是1981年春节，我到西藏专门去拜访扎巴老人。扎巴老人和我都是康巴人，所以我们在语言上没有障碍。他也有很多话要讲，他就觉得得到了知心。格萨尔说唱艺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的时候他不讲地狱大圆满，一讲格萨尔的故事就完了。艺人的使命也结束了。他就应该到格萨尔那儿去了，而扎巴老人当时用2、3个月的时间，从英雄诞生一直到地狱大圆满，完整的给我讲了这个全过程，这是我非常感动。他说他一生中讲了一辈子的故事，但是第一次完整的是讲给你听，所以这个是终身受益。我听说扎巴老师一生都在说唱，直到他生命最后的那一刻，是这样的吗？是这样。我最后一次见到扎巴老人是1986年的国庆节，我就向他告辞说我现在要回北京了，希望保重。扎巴老人当时的情绪也非常好，我就用傻瓜照相机给他照了一张相。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回北京不久就得到了扎巴老人仙逝的噩耗，使我十分悲痛。后来我就向西藏大学的同志了解，他说扎巴老人10月3号上午，他还在像往常一样，就在这个地方说唱格萨尔。说唱的时候呢，他们在录音，他说是有点累了，说你们在外面去晒晒太阳吧，我休息一会儿。万万没想到，他们进去的时候，老人已经仙逝了，录着就离开了人世了。扎巴老人逝世的时候，他一共讲了25部半。1000多个小时的磁带，他留下来的这些资料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系统的一个艺人说唱本。扎巴老人用一生的智慧和精力来说唱格萨尔，这种精神也感动了我，这也是我几十年坚持不懈地从事格萨尔工作的动力和精神支柱。格萨尔和其他史诗相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现在世界上唯一活着的史诗。这什么叫活着的史诗？我们非常幸运，不但有300多部格萨尔故事，还有形影诗人在青藏高原上继续说唱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这就是活形态的史诗。郭老师，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诠释的部分？其实那个说唱艺人的呢，很多东西呢，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是没法完成的，所以我当时就请来了一个中肯艺人，他来帮我完成的。然后今天他也来现场了。真的吗？有请斯塔多姐。
啦塔啦塔啦嘞，塔啦莫了耶嘞喽嘞呀，塔玛个啦啦的哇咩，塔玛个啦啦的哇咩呀。欢迎欢迎，多吉啊！你能给我们解释解释你唱的是什么内容吗？刚刚唱的是吉祥的一个话语，雪域之邦的一个祝福。啊，谢谢。国立老师啊，哎，这个多杰呢是非常难得啊，因为他是现在藏区最年轻的一个说唱艺人，在西藏大学做的工作啊，跟扎巴老人曾经做的工作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们现在讲述的所有的故事都记录下来，传唱给别人。多吉啊，你觉得跟前辈们相比，你唱格萨尔有什么优势？我赶上了好时代。如果没有西藏大学这样的专门格萨尔研究机构和我们的江贝老师这样研究者们，现在这个传承的话肯定是很难。我的前辈扎巴老人的话，当时也没有那么好的条件，我自己要更多的努力去传承，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责任。多吉最后一句话说：“做更好的传承，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责任。我们相信多吉的说唱不停止，那么扎巴老人的故事就还在继续，格萨尔史诗也会继续传承。因为一件国宝，一个传奇，5位藏族同胞相聚在这里，这也是一种奇妙的缘分。对。我今年已经80岁了，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把格萨尔翻译成汉文，翻译成各种外文，让格萨尔流传的更加广泛，更加久远。另外啊，你们这几位都是电影人，我还有个心愿，我就是想把格萨尔搬上荧幕，拍一个史诗大片，这也是我们一个民族的中国梦，也是我80老人的一个电影梦。需要我帮忙的说话。好，袁梅老师，加油，加油！好。我是多布吉，库巴甲，火狼捉嘎，降边加措，兹塔多吉。我们志愿守护格萨尔唐卡，守护历史，守护人民史诗。让国宝活起来！国家宝藏由蓝色经典梦之蓝独家呈现。盛建武院长推选的第3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揭晓。今天很荣幸来到了成都，寻找跟儒家13经有关的一个宝藏。你知道是哪13经吗？别看我现在说不出13经的全名，但是我知道它绝对是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这就是你要守护的国宝后蜀禅10经。终于见到这个10经本经了，是古代十国的这个后蜀时期刻上去了。这个是大的字儿，它有一排小字儿。大的是正文，小字儿是注解。这2个呢是周易，这个呢是诗经，这3块呢是尚书、周礼、易礼，这个礼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再加上这个孝经、论语、尔雅和孟子，刚好是13部。当年蔚为壮观的蜀10经，曾吸引无数文人雅士前往瞻仰拓印。而蜀中自古以来才子辈出，我想一定离不开那些承载经典的铅块石碑吧。我是国宝后蜀残10经的守护人郑恺，国家宝藏，我来了。欢迎国宝守护人郑恺。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郑恺，
我守护的国宝是后蜀蚕食经。这是几块经历了战火的节后余碑，碎石残片上的秀美正楷，诞生于五代离乱之际，直至宋代，历经近200年才刻成。这些书从春秋战国传至今日，近3000年，它们为何依然留存且仍被奉为经典？我守护的这件国宝也许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是郑恺，我将带你进入后蜀蚕食经的前世传奇。后蜀蚕食经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五代十国。那时，藩镇割据，互相撕扯，兵变篡权是频频发生，而重峦叠嶂中的蜀地却偏安一隅，10年不见烽火。巷陌笙歌不断，芙蓉花开满城。正当年轻的后蜀皇帝孟昶享受着令人羡慕的安逸生活时，一件诡异的事情却悄然出现，打破了这种祥和。皇上，这里如此阴森，咱们还是多调些兵马再来吧。朕一代天子，难道还怕了他不成？皇上为博后宫一笑，竟种下满城芙蓉，只怕要重演烽火戏诸侯了。多亏这朝局啊，有宰相把控，要不然咱们这些人呐，又要颠沛流离啦。是啊，皇上，这声音听得有点耳熟，像是钱塘大儒刘梦温。皇上，您可曾听闻，那刘梦温等人近日频繁出入宰相府，与吴昭义交往甚密。所以呢？吴昭义自先皇起，军中势力已是盘根错节，如今更是只手遮天。刚才您也听到了，这些大儒对他那是推崇至极。若这一文一武皆掌握在吴昭义手中，他的忠心怕是会变呢。朕不信。走。这。皇上，吴昭义，你果然在此。臣参见皇上。你还认我这个皇上吗？皇上对你推心置腹啊，你怎敢结党营私，私造兵器？你这是意图谋反。臣私造之物并非兵器，而是实经。臣结党之举不为作乱，而是邀请诸位大儒校对政委，增删注释。又是实经。如今朕说的话，宰相都当耳旁风了吗？宰相欺君，已是死罪。况且您，怕是并没有说的那么光明磊落吧？皇上，臣这里有一本芙蓉花账簿的明细，与吴昭义所报不符，其中苟且，皇上一看便知。宰相，昭远说了这么多，朕现在要听你说。此罪，臣认。好，那朕现在就可以斩了你，顺便送这几个大儒一起与你陪葬。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臣年少家贫，10年寒窗，
跋山涉水几十里，竟借不到一本书。这《诗经》若成，能够让蜀国学子不再无书可读。臣已年迈，余生唯有此愿，臣此不足惜。但诸位大儒，为了蜀国文脉，鞠躬尽瘁，并无过错，望皇上开恩呐！皇上，皇上，宰相虽动用国库，但全部用于学宫啊，从未贪污一分一毫。而且为了《诗经》，他已出私财百万，倾其所有，请皇上明察。宰相，你起来吧。你们都起来吧。谢皇上，谢皇上。宰相，你掏空家底，不图身前富贵，又挪用国库，不顾死后清誉，这《诗经》，你到底还要修多少？皇上，这里有20卷诗，13卷书，49卷礼，11卷义，还有《论语》《孝经》《尔雅》《左传》。停！宰相难道要把天下的书都刻在石头上吗？这里看似很多，却是我们中华文明1000年来残留下的极少的一部分呐。如今山河破碎，文化书院同遭打劫，我蜀地有幸引中原士族来此避难。这些书都是他们从战火连天的中原舍命护下，历经万险带到蜀国。臣要将这些经典皆刻于石上，一本都不能少啊！可宰相别忘了，最后决定何为经典，定调何为中华文化的，都是那圣战之人。朕只是想让你稍微等一等，等朕凯旋归来，这《诗经》，你想刻多少就刻多少。可这《诗经》等不了啊！若晚1年，先祖留下的经典不知又将流散何方；或晚1月，那些民间抄本不知又将误导多少人。哪怕只晚1天，这些已尽迟暮的宿儒都来不及将此生的心血刻于石上，哪怕少刻1个字，都是莫大的损失。这不仅仅是一块块石头，而是能够支撑天下学子的信念呐！信念。若我蜀国国弱兵疲，那《诗经》刻得再多也未能保住。宰相，不如我与你打个赌。从今以后，你和各位大儒就留在这成都学宫继续雕刻。我们且看100年之后，究竟是你的《诗经》留下了，还是朕的江山留下了，可好？微臣谢皇上隆恩。微臣谢皇上隆恩。后蜀《诗经》，赵始于公元938年，直至赵匡胤统一中原，兵灭后蜀，《诗经》的雕刻工作也没有停止。它历时近200年，碑石上千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13经石刻，被后世学子奉为圭臬，传颂千年。唐末战争纷纭，天下大乱，而蜀地久安，因此大批的文人学士来到四川避难，并将儒家文化的精华带到了蜀地。北宋时期，苏轼、苏洵、苏辙3人就曾以儒为宗，开堂讲学，成为巴蜀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根据《成都记》中记载，
吴昭义坚除自己的俸禄，在成都学工雕刻石经，还奏请梦厂雕版印刷经书，流通各地，被后世译为宰相出版家。这1000余块后蜀石经，因南宋末年的战乱而散佚，连流传的拓本也十分罕见了。1965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从香港购回了后蜀石经的宋拓本，现存放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后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Hello， 国立老师，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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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芙蓉花和宰相打赌，你耍得安逸哦。不安逸，不会耍，就不是巴蜀大地的皇帝喽。哦，可以哦。四川人民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叫“安逸的惨，巴适的板”，就是形容这种休闲舒适的生活状态。是的，可别看四川人生活的安逸，文化发展可是一点都没耽误。在这个上面，我后蜀也是功不可没。哎呦，啊，皇帝老儿，你给大家讲一下嘛，啥子叫石经呢？不敢不敢，不过功课还是做了一点啊。这个石经呢，简而易之就是刻在石头上的儒家经籍，还有佛道经典。中国5000年的历史只刊刻了7部儒家石经，哪7部？分别是西平石经、正史石经、开成石经、有孟蜀石经、嘉佑石经、玉书石经和您的何大人主持的乾隆石经。还有我何大人的呢？啊，行，不错。而且这个蜀石经呢，是这些石经当中字数最多、刊时最长，也是规模最大的一种。谁和人家宰相打赌呢？说看看是朕的江山留下了，还是你的石经留下了？现在怎么样？哎呀，我输了。后蜀立国呢，只有短短的33年，但是我的宰相为巴蜀大地留下了一部史上最强教材，而这部史上最强教材的背后，还有一所史上最强学校，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文翁实士。我们学校有过很多名词，到今年整整的2160年了。后蜀石经最早就是我们学校的教材。我们学校是国家最早的官办学校，但是校制从来没变过，读书的生意也从来没有断过，这是我们的骄傲。我就是个教书匠，在实施教书教了42年，修实施的校史修了7年。我今年78岁了，来日不多，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吧。只要孩子们愿意听，我就一定讲下去。掌声有请朱泽孙老师。朱老师好，大家好。我在四川工作的时候听说过，石室中学是成都最古老的中学，但是古老到什么程度？今儿个我才知道，2000多年。那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学校的校史，讲一讲蜀学何以冠天下，好不好？哎，我觉得这个提议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当成一个班的同学吧。同意郑班长的举手。好，通过郑班长。谢谢。来，各位同学起立。老师好。同学们，你们好，请坐。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件我们四川的宝贝——蜀石经。同学们，你们觉得四川哪样东西最厉害哦？火锅、熊猫，还有啥子？打麻将啊，打麻将。这个没有错。但是四川呢有一句话，叫做“礼宾治水，文翁化术”。这个是我们四川古代
秦汉时期有2件了不得的事情哦。礼兵治水大家都知道吧？成都被誉为天府之国，就是因为有都江堰。说得很对，但是文武华术那就不是好多人晓得的哦。就是说啊，西汉蜀郡来了一个能干的太守，他叫文翁，他在成都的城南修了一座学宫，这就是文翁实时。从这个开始，巴蜀大地的人才辈出，100年之间就培养出了大才子司马相如、杨雄这些人。时至今日啊，时世的孩子们都会骄傲地告诉别人说，司马相如啊是我的师哥，《陋室铭》里的这个紫云、杨雄啊也是他们的师哥。听听这些校友的名字，史上最强的学校果然是名不虚传呐。我这里跟大家一张图，这个是东汉的画像砖，名叫讲经图。哦，这就是文翁实时当年上课的样子。他的手里拿的是个什么东西是吧？这个是竹简，就是他们的教材。那时候文翁实时传授的必修课就是儒家经典，就是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前人的智慧。中国历史上一共有7部儒家的诗经，为什么你们就敢说《蜀诗经》是史上最强的教材呢？主要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点，之前的诗经呢，都是只有5经或者7经，《蜀诗经》从后蜀吴昭仪刻了以后，宋人又继续刻，所以他集齐了儒家的13经，了不得了不得。第二点，《蜀诗经》呢，它有注解，它就有标准的讲法，不然郑恺有郑恺的讲法，我有我的讲法，再传到后人，那不是乱了噻？对，因为这个地方挑了一块孟蜀的诗经残片，这个，哎呦来了，哦来了，我试试啊。迥迥母马，在迥之野，伯言迥者，有追有披，有心有奇，以车披披。这句是说，肥壮的马儿在远郊的原野上奔驰，那些马儿啊，有苍白杂色的，有黄白相间的，有赤黄色的，有青黑色的，驾着车有力的奔向远方。哇，这样一注释哈，一幅那个图画就展现在你的眼前，是吧？您刚才说了2个原因，还有一个呢？那第3个原因哦，《蜀诗经》是最早的儒家13经的丛书。宋代由于地域的关系，北方的开城诗经不容易传到南方。我们孟蜀诗经就不同了，它是可以通过长江沿江而下，把儒家经典传播到整个南方地区。所以简单的说啊，有了《蜀诗经》以后，学生们呢没得教材的可以看教材，有了教材的可以校对教材，读不懂的可以看注释，住的地方远的可以看塔本。哦，而且据我了解啊，这个成都平原呢，它不产石，所以刻石经都是从都江堰啊运来最好的青石，找当朝最负盛名的大儒校对，然后再找最好的书法家用正楷来题写，还要找最好的工匠精雕细琢，最后将千座石碑全部立在文翁石室之内，供学子们学习。哇，那太伟大了！史上最强教材加上史上最强的学校，我想这就是蜀地文化绵延1000年的原因所在了。国立老师啊，蜀学得以绵延至今，更重要的是它代代相传的时事人和他们背后的时事精神。涂老师，在您看来，时事精神是什么？时事精神就是注重教育，
教育就是信仰。我们初来蜀地，就派人到京师、长安、太学去学习，接着就开设学宫，招收弟子。对教育的重视，从唐宋元明清到解放前都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时时才能够培养出像郭沫若啊、李杰仁啊、周泰玄啊这些近代的名人。时至今日，实施中学仍然是巴蜀大地最好的学校之一。没错。今天的时事还培养出了中国原子分子物理研究奠基人苟清泉，中国固体和磁学理论开拓者李因远，我国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总师钟山，还有中国航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调度戴坤，中国第一批战斗机女飞行员陶佳丽。国立老师，今天我们把时事最年轻的面孔也带到了节目的现场。好，一起来欢迎他们。大家好，我是时事中学青年教师邱祥迪。我是时事中学青年教师牟淑娥。我们是时事学子。朱老师，看到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你是不是特别开心？非常开心，看到他们，就想到了我的过去。我是1960年到时事中学任教的，那时我19岁，和邱老师一样的年轻。学校一边让我上课，一边又派老教师来带我。我也是这样子办，一边教书，一边带学生，带年轻老师，代代相传。我现在78岁，在时事中学度过了我的青春，度过了我的壮年，度过了我的大半生。今天看到时事的年轻的一代，我非常高兴，我为时事中学感到骄傲。为向这样一所千年名校致敬，四川博物院呢还特地准备了一件礼物。哦，还有礼物啊！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我叫张薇。今天来到现场，觉得非常的高兴和荣幸，因为我不仅是川博人，我也是时事人。我在时事中学度过了6年难忘的中学时光。今年恰好是文蒙时事2160岁的生日，四川博物院特地制作了6块后蜀蚕丝巾的拓片，让我交给母校，让蜀时巾能够回归文蒙时事，让时事的精神能够一代代传承下去。太棒了！我今天很激动啊！成都建成2600多年。地址不变，名称不变，都江堰2000多年来不废不变，2000多年来文翁时事办学不断，弦歌不绝，这3件事情是成都的奇迹啊！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蜀时经重回史实，这也是一个奇迹。看看台上这一张张的面孔，这是一所学校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就是因为有从朱老师到邱老师到这些孩子们的一代一代的传承，才等来了时经重归时事的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想邀请朱老师一起朗读一段时事颂。有请。日之升矣，予彼东方。日之升矣，予彼东方。梧桐生矣，予彼凤
煌。梧桐生矣，于彼凤凰。于彼时事，蜀学辉煌。文公而后，万象齐昌。玉垒苍苍，井水汤汤。玉垒苍苍，井水汤汤。德教化蜀，山高水长。德教化蜀，山高水长。德教化蜀，山高水长。我是郑恺，我是朱策生，我们是石室人，我们志愿守护后蜀蚕食经，守护历史，守护薪火千年。四川博物院3件顶级文物前世今生故事已经全部讲完。从今天开始，欢迎大家关注 CCTV 国家宝藏官方微博及本期3件国宝微博参与话题互动。每件国宝的知识点都很多，想要复习知识点的同学们，可以通过央视网、腾讯、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喜马拉雅再次收看收听节目。我们下一座博物馆再见。